如果有一天地球突然被甩出太阳系，像个被遗弃的孩子飘向宇宙深处，温度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暴跌，从-40度跌到-60度，海洋开始冻结，瀑布变成冰雕，森林成片枯死。几个月内冰层就能蔓延到赤道，紧接着天上开始下一种诡异的雪，冻结的氧气。这并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，而是流浪行星的真实写照。这些行星不围绕任何恒星公转，要么是被母恒星系统踢出家门，要么从诞生起就独自流浪。科学家直到最近才发现，银河系里的流浪行星数量可能比恒星还多，它们就像宇宙里的暗物质，藏在星光之外，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黑暗行星海洋。这个故事的开端不是望远镜的观测，而是电脑屏幕上的一串方程。上世纪80到90年代，天文学家在模拟年轻行星系统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现象：如果一颗恒星周围有好几颗巨行星，它们可不会永远安分守己。有时候一颗巨行星飘得太靠近同伴，引力就会像拔河一样打乱彼此的轨迹，最后其中一颗可能被狠狠甩出去，变成宇宙里的独行侠。几乎同时，另一些科学家在研究恒星诞生时也有了新发现。形成恒星的巨大气体云不仅能孕育恒星和褐矮星，还能形成只有几个木星质量的小团块。这些天体从诞生起就独立存在，根本不需要围绕任何恒星转。这两条线索一结合，一个大胆的猜想浮出水面：银河系里应该挤满了没有宿主恒星的流浪行星，但在2000年前，这都只是理论。计算推导得出了结论，可直接观测证据却寥寥无几。直到2000年初，天文学家在猎户座等年轻星团里第一次发现了一些微弱的、没有明显恒星相伴的行星质量天体。但这些证据太薄弱，并不足以说服所有人。真正的突破发生在2011年，高桥团队在天空中探测到了一系列微透镜事件，而这些事件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木星大小的流浪行星在自由漂移。他们分析了474次微透镜观测数据，发现其中10次的亮度波动特别短，最短的才45小时。要知道，恒星或褐矮星造成的微透镜效应会持续几周，这么短的波动只能是质量小得多的行星干的。这个发现直接刷新了人类的认知，仅银河系里木星大小的流浪行星数量就可能和恒星相当，甚至更多。后来的修正让这个数字有所下调，但量级没变，依然是数百亿甚至数万亿颗。我们熟悉的星空原来只是宇宙的表层，在那些星光照不到的黑暗里，还藏着一个庞大的由流浪行星构成的地下世界。但问题来了，流浪行星几乎不发光，也不会像系外行星那样凌日，毕竟它们身边没有恒星可挡。那科学家是怎么在茫茫宇宙中发现这些隐身者的？答案就是换个思路，不找行星本身，找它们留下的引力痕迹和热量信号。想象远方有一颗恒星，我们把它当成宇宙背景灯。如果有个大质量天体刚好从我们和这颗恒星之间飘过，它的引力就会像一个临时的放大镜，把恒星的光短暂放大。这种亮度波动会出现在观测图表上，恒星的亮度先平滑上升，再平滑下降。如果是恒星或褐矮星造成的，这个过程会持续几周，但如果是流浪行星，这个放大镜的效果只会持续几小时到几天，就像图表上突然冒出的一个尖锐小山峰。2011年高桥团队发现的就是这种短风信号，其中最典型的 MOA-IP3 事件亮度波动只持续了45小时。 MOA 和 OGO 两台望远镜同时捕捉到了这个信号。另一个 MOA-IP10 事件更短，仅持续1天，观测曲线的上升、峰值下降过程完美契合流浪行星微透镜模型。更神奇的是，这些短风信号虽然发生在不同恒星、不同时间，但曲线形状几乎一模一样。这说明它们不是偶然的噪音或观测误差，而是来自一群质量相似的流浪行星。年轻的流浪行星刚诞生或刚被甩出母系统时，核心还保留着诞生时的热量，会发出微弱的红外线。科学家就靠这个热信号在红外波段里抓它们。2013年，天文学家凯文·卢门就是这么找到 WISE-0855-0714 的。它在短红外波段完全隐身，长红外波段才显形，还能看到明显的移动轨迹。后续分析发现，它的温度只有约12摄氏度，光谱里有水蒸气和甲烷，质量仅3到10个木星质量，远不够成为恒星，是太阳系附近已知最冷的流浪行星候选者。那如果没有太阳，流浪行星上能有生命吗？
乍一看，答案似乎是否定的，永恒黑夜极度寒冷，怎么可能有生命？但大自然的神奇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。地球上的微生物只需要2样东西，液态水和能量来源，而这2样都不一定需要太阳。就像木星的卫星木卫2，土星的卫星土卫2，它们的表面就是厚厚的冰层，底下却是被潮汐力和内部热量加热的液态海洋，甚至可能有热液喷口，这些海洋里有矿物质、有机化合物，完全复刻了地球生命起源的环境。流浪行星也能做到这一点。如果它被甩出母系统时还很年轻，核心会保留着炽热的岩浆和放射性元素，这些都是天然的暖气，再加上厚厚的冰层或浓密的大气层，就能像盖被子一样锁住热量，不让它逃逸到宇宙里。这样一来，流浪行星的地下可能会形成稳定的液态海洋，热液喷口不断提供能量和营养，足以让微生物繁衍生息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环境比地球还稳定，没有太阳耀斑的辐射，没有小行星撞击的风险，没有气候巨变，只有永恒的黑暗和安静。当然，复杂的多细胞生命在这里很难存在，没有阳光就没有光合作用，能量太稀缺，但对于微生物来说，这简直是世外桃源。如果银河系里真有生命的避难所，流浪行星绝对是强有力的候选者。说到流浪行星，就不能不提一个关于太阳系的惊人假说，我们的太阳系可能曾经有第5颗巨行星。2011年，天文学家大卫内斯沃尼做了一个模拟实验，他把太阳系早期的4颗巨行星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、海王星放进计算机，模拟它们的轨道演化。结果发现，要么行星之间引力拉扯太剧烈，轨道变得和现在完全不一样；要么木星和土星飘得太远；要么类地行星的轨道被打乱。总之，模拟结果要么太不稳定，要么太完美，和现实中的太阳系对不上。后来他大胆加入了第5颗巨行星，一颗质量和天王星、海王星相当的冰巨行星。在运行模拟时，奇迹发生了，这颗第5行星会多次靠近木星，被木星强大的引力踢出太阳系，变成流浪行星。而剩下的4颗巨行星轨道会逐渐稳定下来，最终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，连柯伊伯带的结构都和观测结果完美契合。当然，这个假说还没有直接证据，毕竟那颗第5行星已经飘到宇宙深处了。但模拟显示，加入第5颗行星后，能形成现在太阳系的概率，比只有4颗巨行星时高了好几倍。说不定在银河系的某个角落，还飘着一颗来自太阳系的亲姐妹行星。最后，我们来解答一个终极疑问：地球会不会有一天被甩出太阳系，变成流浪行星？科学家早就想过这个问题，结论是概率几乎为0。要把地球甩出太阳系，需要极其剧烈的引力扰动，但这种情况只可能发生在太阳系早期，当时巨行星轨道还不稳定，互相拉扯。现在太阳系已经成熟了，巨行星的轨道稳定又可预测，未来几亿年内都不会出现能撼动地球轨道的引力事件。如果是外部干扰，比如有一颗恒星近距离掠过太阳系，引力打乱地球轨道，这种情况在恒星密集的星团里可能发生。但太阳系位于银河系的稀疏区域，周围恒星离得都很远。科学家计算过，未来10亿年内有恒星靠近到能影响地球轨道的概率几乎为0。到几十亿年后，我们的太阳会变成红巨星，体积膨胀，质量流失，行星轨道会向外漂移，可能变得不稳定。理论上，地球有可能被甩出太阳系。但问题是，到那时候地球早就不存在了，太阳膨胀后会先把水星、金星吞噬，地球大概率也会被这颗超级大太阳吞没。就算侥幸没被吞噬，表面也会被烤成焦土，所有生命都会灭绝。算不算流浪行星已经没意义了。下次抬头看星空时，别忘了那些星光璀璨的区域之外，还有无数看不见的流浪行星在默默漂移。它们或许是宇宙的孤儿，但也可能是生命的避难所，藏着我们还没发现的宇宙奥秘。你觉得这些黑暗中的流浪行星上会有惊喜等着我们吗？